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聽說沒？白鹿最近煩的可不是於正徐凱，竟是王鶴棣那點事兒。從合作到輿論漩渦，白鹿緋聞風波背後的網絡情緒與行業現實。近日，圍繞演員白鹿的討論在多個社交平台持續發酵，相關話題從最初的影視合作，逐步延展至私人情感猜測，再到與其有過合作經歷的演員被連帶審視，輿論層層疊加，形成了一場頗具代表性的娛樂輿情樣本。與其說這是一場新戀情官宣的前奏，不如說更像一次典型的網絡輿論湧動實驗。信息碎片化傳播，情緒優先於事實，立場分化明顯。事件的發展軌跡也再次將一位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的女性演員推到顯微鏡之下。合作引熱議，從以愛未營到房車傳聞的出現，話題的源頭來自白鹿與王鶴棣合作的都市情感劇《以愛未營》。劇集播出期間，兩人在劇中的情感張力、對手戲節奏以及宣傳期的同框互動，迅速吸引了大量關注。在劇迷層面，角色 CP 感原本只是觀眾對作品投入情感的一種自然反饋。然而，隨着熱度攀升，一些自媒體賬號開始將戲內化學反應無限放大，並刻意引導至戲外關係。隨後，房車密會、私下往來頻繁等關鍵詞被頻繁提及，儘管這些說法並未附帶清晰時間、地點或完整影像證據，卻在算法推薦下迅速擴散。對此，不少理性網友指出，這類爆料更像是典型的模板化緋聞敘事。只要是男女演員合作，永遠逃不開深夜、房車、被拍這三件套。2. 闢謠之後，為什麼傳言反而越傳越廣？面對愈演愈烈的討論，白鹿與王鶴棣雙方團隊很快做出回應，明確否認相關不實傳言。從流程上看，這是一次標準、及時的公關處理。然而，在現實的輿論場中，闢謠並未起到預期的降溫效果。一方面，部分網友抱持娛樂圈沒有空穴來風的固有偏見，認為闢謠只是例行操作；另一方面，也有聲音將保持沉默不再回應解讀為默認存在問題。這種邏輯本身就建立在對明星私生活的過度想象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公開活動與宣傳場合，白鹿與王鶴棣的互動始終保持職業邊界，無明顯越界舉動。將正常的工作往來與私人情感強行綁定，更多是流量機制下的情緒投射，而非基於事實的判斷。有網友評論道：“現在不是當事人說什麼，而是大家想相信什麼。”3. 關聯輿情疊加，徐凱被拉入討論的連鎖反應。就在相關話題尚未平息之際，另一位曾與白鹿合作過的演員徐凱被部分賬號提及，其過往負面新聞被重新翻出並集中討論。從事件本身來看，這些內容與白鹿並無直接關係。然而，在前搭檔曾合作等標籤化敘事中，白鹿再次被推至輿論中心，仿佛任何與他有過交集的男性演員都會成為討論鏈條上的一環。這種關聯式輿論擴散在娛樂圈並不罕見。業內人士指出，當一個名字成為流量關鍵詞時，算法會自動抓取所有相關節點進行推薦，最終形成一種被動牽連的傳播效果。對演員而言，這意味着額外且難以控制的輿情成本。4. 兩極分化的網友評價，理性支持與質疑聲並存。在輿論場中，網友態度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支持派認為，白鹿在整起事件中的表現相當克制，沒有情緒化發言，沒有借緋聞炒作新作品，也沒有引導粉絲與他人對立。有網友評價道：
他現在最聰明的地方，就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作品上，而不是下場撕扯。雙引號，質疑派則認為，娛樂圈的關係並非外界所見那般簡單，對闢謠持保留態度，不站隊，但也不會全信，等時間給答案。雙引號，這種分歧本質上反映的是公眾對娛樂新聞真實性的長期不信任，以及對明星私生活的複雜心態。5. 理性與邊界，白鹿的應對方式為何引發討論？與網絡上的喧囂形成對比的是白鹿及其團隊始終保持的低調態度。他沒有頻繁更新社交平台回應爭議，而是按照既定節奏推進工作安排，用作品動態替代情緒輸出。在行業觀察者看來，這是一種相對成熟的風險管理方式。尤其對女性演員而言，過度捲入情感話題，往往會被進一步標籤化，甚至影響角色選擇與職業評價。不少中立網友表示，他不解釋、不消費、不對罵，本身就是一種態度。雙引號。6. 關於猜測的再提醒，輿論邊界在哪裡？在討論過程中，一些聲音逐漸越過理性邊界，對當事人的情感狀態、私下交往進行推斷，甚至將未經證實的信息當作既定事實傳播。這種現象也引發了反思。娛樂新聞的價值理應建立在真實、可核的信息之上，而不是不斷制造模糊空間與對立情緒。無論是對白鹿、王鶴棣還是徐凱，最基本的原則都應是以作品論演員，以事實指傳言。7. 結語，喧囂終會散去，作品才是最長久的回應。回到事件本身，所謂的煩惱更多來自輿論的層層疊加，而非當事人的真實處境。對白鹿而言，保持專業，專注作品，或許正是當下最清晰也最穩妥的回應。而對公眾來說，理性吃瓜，拒絕擴散未經證實的信息，不僅是對藝人的尊重，也是對娛樂生態的基本維護。在流量更迭極快的今天，緋聞終會被新的熱點取代，真正留下來的仍然是角色、作品以及時間給出的答案。如何在喧囂中守住邊界，或許比任何一次熱搜都更重要。